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鹰虎卫厨房。往秋葵里面倒入鸡蛋液，这才是秋葵最营养最好吃的做法。秋葵的营养全面保留，又香又脆，特别的好吃。首先准备300克左右的秋葵放在大碗中，加入1大勺的食盐，小半勺的食用小苏打。因为秋葵的表面有一层绒毛，我们要尽量的处理干净。加入少许的清水，充分的抓拌均匀。我们要利用食盐的摩擦力，把秋葵表面的绒毛搓洗干净，这样我们在吃的时候喉咙就不会发痒。食用小苏打有很强的去污能力，可以把表面的一些灰尘或者是杂质清洗干净。稍微的多淘洗几遍，把根部的叶子我们也要处理干净。也可以放在流动的清水下冲洗，直到把水洗至很清澈。为了保持秋葵的营养不流失，我们在焯水之前千万不能改刀，一定要保持秋葵的完整。洗好的秋葵放在准备好的漏筛里面，控干水分备用。接着往碗中打入适量的鸡蛋，鸡蛋的数量也是根据家里人口的多少来定。鸡蛋打入以后，加入适量的食盐，大约在3克左右，提前给鸡蛋入下底味，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。我们最好把鸡蛋液挑起来搅拌，这样可以打入更多的空气，使鸡蛋炒出来更加的蓬松柔软。我们简单的准备一些辅料，准备几粒去皮的大蒜，先切成薄片，然后再剁成稍微细一点的蒜末。蒜末我们切小一些，这样更容易激发出蒜香味。全部切好放在盘中。喜欢吃辣一点的，准备几个红线椒，切成斜刀片。如果吃不了太辣的，也可以用大红椒来替代。全部切好放在小碗中。做家常菜，我喜欢提前调个料汁。空碗中加入小半勺的食盐，少许的鸡精，少量的白糖，再加入小半勺的生抽酱油，然后再加入少许的蚝油，加入适量的玉米淀粉或者是土豆淀粉，加入少许的清水，把所有的调味料完全化开。提前调好料汁，也是节省炒菜的时间。所有食材准备好，我们烧一锅开水，加入小半勺的食盐，提前给秋葵入下底味，加入少许的食用油，可以使秋葵翠绿不发黄。水开以后，下入秋葵，我们稍微的翻动一下，使其受液更均匀。水开以后，大约煮1分钟左右，把秋葵的内部煮熟，煮成视频中这样，放在准备好的凉水中快速过凉，这样可以保持清脆的口感和翠绿的颜色。完全凉透以后，我们把秋葵直接捞出来，控干水分。接着我们放在案板上，把秋葵的根部切下来，把秋葵切成斜刀片。我们会发现煮过的秋葵，它内部的粘液能够完整的保留，会呈现一种胶状，不会乱流。全部切好放在准备好的碗中备用。接下来把准备好的鸡蛋液倒在秋葵里面，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，使鸡蛋液和秋葵完全的融合一起。搅拌成视频中这样，每一块秋葵的表面都裹上鸡蛋液，放在一旁静置10分钟左右。下一步，我们准备一口干净的锅，加入少许的花生油，油热之后下入准备好的秋葵鸡蛋液。我们要提前把秋葵鸡蛋液煎制一下，用锅铲稍微的整理一下，这样可以使蛋液分布更均匀。稍微的放动一下锅，这样可以防止粘锅，同时还可以使蛋液快速的凝固。大约煎至2分钟左右，鸡蛋的底部已经完全的定型了，我们就翻过来煎另外一面。如果不会颠锅的，也可以找一个盘子倒靠过来。同样的方法，我们要不停的放动锅，
这样可以使蛋液快速的凝固。接下来我们要用锅铲把鸡蛋饼划成小块，因为鸡蛋饼的中间还有很多的鸡蛋液没有完全的凝固。划成小块以后，可以快速的使鸡蛋液凝固，同时炒出香味。这个时候的鸡蛋液完全的凝固了，稍微的翻炒几下，炒出香味。炒制成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。我们把炒好的鸡蛋盛出来，放在碗中备用。其实这个时候的鸡蛋也可以开吃了，为了更加的好吃，我们还要加工一下。另起锅，下入切好的蒜子和红线椒，开小火煸炒，炒出蒜子的香味，把红线椒炒熟。接下来把秋葵鸡蛋也倒在锅中，再次翻炒均匀，把秋葵鸡蛋炒出蒜香味和辣味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都看到这里啦，借您发财的小手点个赞再走呗。您的每一个点赞留言都是我前进最大的动力，非常感谢。接着把准备好的料汁也倒在锅中，稍微的翻炒几下，把调味料炒至化开，把秋葵鸡蛋炒至入味。因为秋葵鸡蛋已经提前炒制过了，所以我们炒制的时间不需要太长，大约翻炒10秒左右，炒至隔壁都能闻到香味，就可以出锅装盘了。一道营养又美味的秋葵炒鸡蛋就这样做好了。秋葵和鸡蛋搭配在一起，不仅增加了营养，同时丰富了口感。这样炒出来的秋葵清脆爽口，鸡蛋鲜香入味，不管是作为家常菜还是用来招待客人，都非常的有面子。如果视频对您有一点点帮助，就麻烦点赞、收藏、留言并转发出去。今天的视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啦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